今天很好，但我想看看以后的生活。已经好多了，脖子下面还有一点红，不仔细的话几乎看不出来。就是这2天吃完饭吃药养成的习惯，一下子没反应过来。亲眼看到总算放心了吧？我真的没事了。那等你上午忙完，我们一起出去走走吧。秋天这么漂亮，我也不想一直闷在家里。丰和露营公园怎么样？昨天我下楼买早点，看到路边的枫叶红透了，想起来这个季节正适合赏枫。我们订家民宿，白天到枫树林走走，晚上搭个小帐篷，在外面吃烧烤。我烤栗子给你吃。你最近既要上班又要录访谈，忙了很久，正好趁这周末出去散散心。对了，你的访谈是不是已经上线了？我还没听过呢。旅行常用的行李我都知道，等收拾好了，我直接过去接你。那我中午能不能去接你？我一直很会照顾自己啊，倒是你。路上小心。律师小姐最大的成功，就是被左然选中了做搭档吧。反正一切都可以交给她解决。各位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听本期的《答案之声》。青年法学力量专题栏目开设以来，我们陆续收到了很多法律从业者的来信，提出了自己的困惑。今天，我们依旧邀请到特弥斯的律师小姐来回应大家的问题。今天的第一位听众留言说，想了解一下左律师对公司法新规的看法。看来左律师的确很受欢迎啊。
虽然人没到场，但大家的问题始终绕不开他。律师小姐，你和左律师是搭档，对他的看法应该略知一二，就简单讲讲。哎呀，律师小姐，不是我要为难你，只是后面这些留言可都跟左律师有关。而且我们为了照顾你，已经避掉很多不合适的留言了。不信的话，亲自来看看嘛。律师小姐别太在意，其实不管特弥斯的谁来，焦点永远在左律师身上。咱们现实点说，大部分律师的名气和资历都不如左律师，比不上他是件多正常的事啊。但你跟左律师是未婚夫妻，有这层关系在，你比别人更了解他，要擅长利用自己的优势嘛。也行吧，我就是担心啊，过几天做现场访谈，你扛不住压力。唉，聊这么久，估计你也累了。这样吧，去休息一会儿，回来咱们再接着录。袁心一直都是特弥斯的客户，怎么突然要接下新律所呀？听说是特弥斯的人给袁心捅了个大篓子，左律师连夜飞首都善后，结果呢，哼，照样没用。不能吧？左然亲自出面都没用。我们也都是随口一说，没别的意思。律师小姐回来了，那咱们不聊闲话，继续录节目。没多久，出门后才看到短信，但不想掉头回家了，索性来附近转转。你脸色不太好，累的话，我们先回家休息，以后再去缝合。
今天突然加班，是录制的不顺利吗？好，你想说的时候，我随时都在。我有心理准备。你挑，等等，律师小姐最大的成功就是被左然选中了做搭档吧，反正一切都可以交给她解决。困了就把座椅放平睡一会儿，不用多想，什么都不用担心。水杯先拿走了，喝水叫我，我递给你。好，站这里一看，那几顶帐篷好像小蜗牛壳。现在天气凉，不敢带你在外面住。明年秋天我们早点来，到时候可以在帐篷里过夜。我们是不小心捡到空蜗牛壳的，我没想好，等你想到了告诉我吧。心情好点了吗？要不要我们聊聊访谈的事？没关系，我先说自己知道的情况。其实前2天我就觉得你状态不对，本以为是最近工作太累了，直到早上说起访谈，你好像在有意回避这个话题。所以等你出门后，我去听了几期节目，才明白你面对的是什么。但我毕竟还不清楚事情的全貌，想先听听你的看法。我知道，我不是在怪你，是怪自己察觉得太晚。在你接洽访谈甚至更久以前，我就应该意识到，只有你会替我找这么宽容的借口。现在追溯责任没有意义，
我们想办法解决问题就好。如果决定坚持，首先要保证自己的辛苦准备不会被辜负。但按目前的情况，越是回避，类似的问题越会纠缠不休。与其浪费自己的心血，不如交给我解决。既然访谈里多次提起，想必很欢迎我去做客。针对我们关系的提问，可以由我来回应。对涉嫌侵犯名誉权的言论更简单，走法律途径。果然，你顾虑的是我。这次是袁心，以后是不是还要顾及我的名声、胜率，甚至在别人眼里一个优秀律师的形象？接着讨论下去，你会发现我有很多不能失去的东西，每一个时机最好都忍耐和妥协。如果类似的非议永远没有休止，你甘心让自己走过的路，永远蒙上一层名叫左然的影子吗？人的自我远没有想象的坚固，能日复一日抵御外界的影响，甚至想要抵抗的时候，就已经处在他们的审视下了。在不知情时被塑造和改变，一步步被剥夺原本属于自己的空间。除了强迫自己坚持，你也有拒绝和放弃的自由，永远都有。大致情况您都知道了，主要是因为那起专利纠纷，袁心才动了换律所的念头。袁心不想在 IPO 前卷入诉讼，尤其是涉及核心技术的重大权属纠纷。当然了，我们也不想。我们极力促成和解，但还是失败了，才闹成现在这样。唉。不过下午跟袁心的法务 VP 开了个会，总算争取到一点时间，对方同意等您来了之后再做决定。抱歉啊，左律，这次都怪我们没处理好。没关系，事情已经发生了，一味自责也于事无补，尽力补救就好。其实只要打消袁心对应诉的顾虑，这件事就还有转圜的余。我今晚飞首都，明天早上一起开个会，聊下详细情况。估计你们这2天也没睡踏实，今天都早点休息吧。那就这样，再见。有点痒，没事，可能是衣服的问题。快来不及了，我到首都酒店再换。仅剩的时间，还是留给我们道别吧。待不了几天，基本没可能一次性跟袁心谈拢。
对方 VP 出面交涉，恐怕幻律所的说辞背后还有其他打算。我明天过去，先把诉讼的责任揽下来，等事情冷却一段时间再协商解决。责任归我是最好的结果。对接原先的几位同事刚入行没几年，需要成长和锻炼，更需要失败的空间。没有人希望他们因为一次失利就畏首畏尾，最后从害怕犯错变成害怕尝试。知道。我在咳嗽呢，所以就勉强算是道别吧。等我回家。这两者毫无可比性。有些成长你需要独自经历，但现在加给你的恶意是完全由我带来的。你不用把我应该做的事描述成某种伟大的牺牲。整件事情里最让我熟悉的部分，是我因为家庭而被质疑的经历在你身上重演。因为因为爱和保护会让你失去一部分自由，但可能很久后，你才意识到自己失去了什么。是。红薯烤好了，我晾了一会儿，没刚才那么烫，过来尝尝。慢点吃，别烫到了。再晾会儿，等下你吃这个，这只更甜。我刚才语气不好，你别放在心上。之所以说责任归我，除了有关你的那部分私心，也是想到我获得关注时，同样环境下，必然有人无端遭遇冷淡。所以我一向不喜欢来由不明的称赞。当然，也没有天真到想改变所有偏见。不过尽力而为。对此我想得很清楚，但困住我的，完全是另外一套逻辑。你想要做什么都好，但你选择的道路
不该在出发前就变得不完整。我们今天算是吵架了吗？哪还顾得上什么逻辑？不管算不算，总之提前原谅我一次吧。原谅过去和往后种种，因为你选择的人是左然给你带来的一切。这样今晚出来吧。没讲，就是打算告诉你，我手里这只是沙壤的，沙壤田，有一部分是真的。掉地上了，等下踩到衣服了。哎，你别摔着。我听到客厅窗户有声音，起来关窗，顺便检查一下大门有没有关严。吵醒你了吧？如果你也暂时睡不着，就陪我再聊会儿吧。我不想把今天的事留到明天解决，也不希望我们相处时要刻意回避某些问题，把事情说开好吗？在向我出差回来那天，确切说是从医院回来，你守在我床边的时候，我是不是吵到你了？我靠在这边，抬眼就能看到你。访谈哪天开始录制？我是家属，能优先听吗？每个人自我评价时，都会轻视自己的能力吗？在我眼里，你已经足够好了。现实很少有两全其美的办法，比较之下，
我相信自己做了最优解。背这点责任不算什么，不用为我担心。我始终记得那天晚上，你眼里的期待，还有为访谈付出的努力。你选择的人不该成为一种枷锁，必要的时候抛下一切，只为自己考虑吧。更担心你意识不到束缚的存在，或者为了维护我而息事宁人，甚至委屈自己。但听到你说将心比心，我忽然想明白，我今天的心情，你已经完整经历过了一遍。生病的时候让你担心了，是我不好。我答应。抱歉，我自己都没注意。不知道我们是否会再起争执，即使有，你也不要怕，就当做两个灵魂相互塑造时必然产生的代价，也不要让担心成为限制。想做什么，我们就各自去做吧。喂，律师小姐，先前跟你提过的未名大学现场访谈时间定下来了，就在下周6。我多嘱咐2句啊，这次访谈跟平时的录制可不一样，这一到现场啊就没有容错空间了。你呢，经验浅，一紧张就容易出错。我建议你啊，把左律师带上，他在现场肯定更游刃有余。再者说，左律师的名气大，很受学生欢迎，他一来啊，节目热度也能有保证。年轻人想证明自己，这我懂，但如果现场遇到一些尖锐问题，恐怕你应付不来。年轻人呢，叫我说什么好？这样吧，你多看看之前的来信，再慎重考虑一下。
这个主持人的态度有问题，他话里话外一直在贬低你。只是想提醒下，很多打着提点、帮助名义的话术，其实是一种变相否定。身在事件中心可能察觉不到，不妨换个视角审视对方。那边树上会掉叶子，坐过来。有这个打算，因为节目组大概不会一直说我的好话，索性去现场听听，对方会从哪个角度诋毁我们。律师小姐，听说您是左律师的搭档。其实嘛，我觉得左律师也没什么了不起的，也许10年后我们之中就能有人超过他。但是，身为左律师的搭档，您会不会担心自己的光芒一直被掩盖呢？这个问题有点意思啊。毕竟跟左律师合作，不管结果怎么样，大家只会记得他的名字。律师小姐，你看到自己努力的成果被归功于左律师，心里就没有不满吗？并不是说搭档之间就没有冲突。指向我的问题，介意由我来回答一部分吗？左律师亲自回答，当然可以啊。也许搭档关系比大家想的更残酷，赢的时候有光芒，输了就必须承担对方的失败。两个独立的个体碰撞，也必然产生观念上的冲突。拥有最深的默契，同时意味着有最深的对立与隔阂。对律师来说，今天的搭档很可能是未来的对手。如果畏惧冲突，又会失去深入了解对方的机会。不过，以上这些问题、质疑、隔阂，还有所谓的光芒，其实没必要来问我的搭档。追问一个已经能独当一面的优秀律师，为什么能被选择成为谁的搭档，这样的问题毫无价值。何况我们走过的路就是回答。对了，说句题外话，我也觉得左律师没什么了不起。期待来日跟大家做对手。访谈结束了，下班吗，我的搭档？律师小姐今天表现得不错嘛。既然左律师也来了，不如两位一起到录制间坐坐。好啊。
终止合作。律师小姐，你这是为什么？故意？律师小姐说话可要负责任，我们有什么理由故意为难你啊？好。我去外面接，出来别忘了戴围巾。不急。没事，以前等你时，免不了要回几条工作消息，难得有机会专心一次。大概很久后，我还会记得今天。在一个种着枫树的小院，院门开着，但没人来打扰。即使有人匆匆路过，也不会关心树下一个陌生人的心情，不知道他正在期待着什么。等待不就是期待吗？期待这片叶子掉下来的时候，你恰好打完电话出来找我。也可能你跑出来后才发现忘了带围巾，或者其他东西，要半路回去拿。那样的话，我只好继续期待下一片叶子，再多等你一会儿了。然后听到你叫我名字，一抬头就看到了你。再讲下去，我们今天就要一直在等待的故事里循环了。今天很好，但我想看看以后的生活。随心所欲去做你喜欢的事吧。我已经做好一切准备，等待见证你选择的未来。无论它是什么样子，会给我们带来多少变化。提醒一下，比起未来，2个小时后的分别，距离我们更近。我这趟出差，
不知道多久才能回来。仅剩的时间，你想继续在树下发呆，还是跟我一起去摘柿子？等等，还是我去拿吧。早上趁你还睡着，我往行李箱里放了一封信。答案之声把恶意评论包装成信件，虽然只是噱头，但我想，人对信的记忆不该只有那些。希望你以后想起书信时，能记得其中有我的这一封。本来以为你回家后才能发现，结果，至少不要当着我的面拆开。我很快回来。写这封信时，你睡得正熟。我把台灯调暗了，希望你原谅我这一次笔记凌乱。起因是，有些话说出来会轻易的被时间磨灭，写下来也许可以长存。在你生命里留下只字片言的痕迹，是我全部的私心。只是心里冗长赘言，写起来也不过寥寥几笔。希望你永远别为了我难过，别因为喜欢就退让、牺牲。更不要放弃属于你的战场。如果时移世迁，你发现自己更喜欢云和飞鸟，那来日也不必为了我停留。唯一的愿望是，在某个你想起我的地方，在某一天你想到我的时候，把你想念的那个瞬间完整的留给我，我会想要永久珍藏。即使时间如此不坚牢，不可信。写到这里已经过了0点，再开着灯恐怕你会惊醒。只再多写一句，希望你以后别再掉眼泪了。喂，能看到我吗？啊，那就好。我在之前跟你住过的那家民宿里呢。上次在这边吃的烤红薯，我看你很喜欢，就想再多买一些。不过，我好像遇到了点麻烦。就是中午的时候，民宿老板招待我喝了一杯柿子饮，说是他们自己家里酿的。我想自家酿的饮品度数应该不高，再加上盛情难却，就喝了一杯。结果现在感觉有点晕，看树上的柿子忽大忽小，听你的声音也有点模糊，好像你离我特别远。你现在方便吗？帮我查查这个柿子饮有多少度吧。听老板说，他们也放到网上售卖了。不急，哦，没事，我不难受。跟你说会儿话也没那么晕了。不过，你怎么在看别的地方？不看着我吗？哦，对，你在帮我查资料。刚和你说完，我自己就忘记了，对不起。查到了，72。不对吧？72度的话，我现在是不是该躺在医院里？
什么？哦，不小心搜到了新闻界面，难怪。啊，我喝的这种跟葡萄汁差不多。真的吗？哦，没事，不用发给我看，你说的我都信。你别担心，我吹会儿风，感觉好多了。但今天没法开车，要留在民宿过夜，明天才能回家。嗯，知道。我喝一点蜂蜜水再睡。睡前想再跟你打一个电话，可以吗？打电话没有原因啊，就是想打，想和你聊聊天。不然总会觉得今天还不算真正结束。好，等你晚上打过来。那我现在就去给手机充电。嗯，晚安，不是，再见。